我重生成一条舔狗，因为觉醒最垃圾的一能，开场就被女朋友劈了腿，于是我选择躺平。18岁入住养老院，比60岁的大爷少走几十年弯路。可没想到这个决定竟然改变了我的一生。哼，林晓，你别装了，快起来！无论如何，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了。啥情况？我竟然穿越到了一个灵气复苏的平行世界。林晓，别装哑巴，我和博小哥哥注定是要被国内顶尖的05大学录取的。你和我已经是2根不可相交的平行线，希望你能认清自己，不要再纠缠我了。渣女，你是不是淀粉肠吃多了？得逼逼了！我现在要先验证一件事。啥情况？这林晓一直都是我的头号舔狗，啥时候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过话？林晓，你竟敢打我！验证完成，我果然不是在做梦。我操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超级大舔狗竟然给了柳如烟一巴掌，这是真的吗？兄弟，虽然我也不信，但这真的千真万确啊！我倒感觉这一巴掌打得漂亮，柳如烟这事做的确实不地道。话不能这么说，人往高处走，要是我也会选择季博小的。如烟，怎么回事？这个家伙又在骚扰你吗？博小哥哥，你终于来了！这个家伙不仅骚扰我，还打了我，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就你这样的货色，我怎么可能骚扰你？这次过来找你是让你还钱的。同学们，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和这2人的纠葛，我也不想多说什么。虽然刘如烟和我是青梅竹马，但青梅竹马比不上对方有钱，我也认了。刘如烟追求真爱，我不反对，但之前我花在她身上的钱是不是要还给我？毕竟我一天打5份工不容易。同学们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没错，我们可都知道，林霄同学勤工俭学赚来的钱，大部分都给了柳如烟，现在是该还回去了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我支持林霄。林晓，你几个意思？那些钱是我逼着你给的吗？还不都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给我的？这些年给你的钱，我有说过你不需要还吗？给你转账时，我有表明是自愿赠与吗？话说你不会是想赖账吧？不就是钱吗？如烟这些年拿了你多少钱，我加倍还给你。那我可要好好算算。等你算清，自己填上去，我们就不赔你了。你不会拿一张废纸糊弄我吧？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什么人，我丢不起这人。那这张支票最高额度多少？500万以下都可以直接取。感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祝老板早生贵子，一胎108个。林晓，你为了钱，真是一点尊严都不要了。开玩笑，在金钱面前，尊严算个屁。500万到手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能过一天是一天。接下来我要当一条合格的咸鱼喽。竟然有人跟踪我，一定是看上我钱了。头可断，血可流，钱不能丢。救命啊！林霄，乖乖把钱交出来，让我们揍你一顿，这事也就算了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小伙子，这里可不能乱闯。大爷，我是来看我爷爷的，之前预约过了。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小孙吧？今天是你爷爷生日，却是提前预约了，你进去吧。谢大爷。老头，让我们进去，我们有些私事要解决。不好意思，这里是私人场地，不是你们想进就能进的。老头，我们是不是给你脸了？识相的放我们进去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尊了。大爷，其实这些人……小孙，不用你出手，你在一旁看我表演就行了。我去，这次碰上硬茬子了，兄弟们赶紧走。大爷威武。好嘞，臭小子，你爷爷在等着你呢，赶快进去吧。好嘞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小姐姐你好，我是来办理入住。我是重度强迫症患者，对数字99极度偏执，一瓶水必须分成99口喝完。校霸渴了抢走半瓶，被我发狂打断2条肋骨，直到我穿进恐怖游戏，其他玩家尖声惨叫，我却用手一只只数着诡异，为什么只有98只？还有1只呢？一对双胞胎 BOSS 小心翼翼的现身，怎么又这么多了一个？欢迎玩家林安进入终极游戏副本，废弃并愿通过所有关卡并存活，视为通关。当前玩家数60人，副本已开始。我不是在刷剧吗？这是哪儿？妈妈，我要回家。不要啊，我的孩子才5岁呀，我走了宝宝怎么办啊？混蛋，放我回去，否则我要投诉。要投诉的黄毛青年话音未落，一只2米长的注射器从天而降，直接贯穿了胸膛，他嘴里也不断咳出血沫子，活塞向上拉动，鲜红的血液慢慢吸满了针管，直到黄毛变成干瘪的尸体。剩下的人都吓傻了，纷纷闭上嘴，谁也不敢再说话。我却再也忍不住内心的狂躁，把量杯往地上狠狠摔去，
砰的一声满地鲜血。混蛋，混蛋，还差一口就99了，为什么不让我喝完？我的怒吼在废弃病院回荡，所有玩家噤若寒蝉，仿佛下一秒我就会落得和黄毛一样的下场。突然眼前弹出几条弹幕：这新手典型的开局炮灰流啊，唯一作用就是给其他玩家做负面榜样，辣眼睛。我最喜欢看开局装逼被秒杀的场景了，抽血鬼户快开始吧，我等不及了，前方高能。可是周围一丝动静都没有，只有我粗重的喘息。就在这时，一根小拇指大小的注射器慢慢从天空飘落，吧唧摔在我面前那滩血水里，溅起2点小血花。啊，什么鬼？抽血鬼户被榨干了吗？这次怎么这么拉胯？卧槽卧槽，好久见了，这游戏一定是卡 bug 了。这时，人群中走出一个男模一样的男生，左耳一个巨大的8字耳环。你好，我叫楚允泽，老玩家，愿意跟我组队吗？是楚神，他怎么上来就找菜鸟啊？这玩家运气爆了，开局就能和楚神组队。为什么要戴8字形的耳环？说着话，我浑身开始颤抖，语气森寒，满眼血丝，这是很典型的强迫症症状。此时却要多诡异有多诡异，所有玩家纷纷后退，仿佛我就是恐怖游戏里的诡异。不识抬举，他敢拒绝楚神，该死啊！肯定第一关就领盒饭，作死而已，觉得自己与众不同，不就是想抢楚神的风头吗？看着有点不正常。累赘，大家注意了，副本里的诡异靠吸收你们的恐惧作为力量来源，你们越恐惧，诡异的力量就越强大。言尽于此，祝你们好运。不过对自己颜值有信心的女生可以来找我，我会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，只需要你们付出一点点牺牲，但比起丢命来说，这点牺牲不算什么的，对吧？说完，他眼神在几个年轻漂亮的女孩身上停留一下，嘴角一歪，好像觉得自己在放电。主神开始了，雌性们颤抖吧！我赌这次楚神5连斩。注意，请玩家抓紧进入病院，否则惩罚即将降临。还在恐惧和发呆的玩家同时听到了提示音，快步向门诊大门冲去。我也跑得飞快，因为我要跑第9名。第一关，门诊惊魂，玩家任选诊室挂号，说出自己病症，病院医生要求治疗，存活1晚视作通关。提示：共有0到99号诊室，每间诊室限1名玩家进入，号码越大难度越高，死亡概率越高。于是所有人拼命去抢小号诊。一个穿着健身背心的男人狠狠一拳砸在宝妈背上，滚开，这是老子的啊！不要，我先找到的，我。健身男还是抢走了宝妈刚找到的2号诊室。年轻宝妈顾不上疼痛，流着泪挣扎着去抢下一个诊室，可越往里门牌号越大，跑得快的玩家已经进去了，他最终只能哭着打开了51号房间，周围尖叫、咒骂、打斗声此起彼伏，而那个叫楚允泽的反而闲庭信步一般，慢慢挑选着，最终他自信地笑着，选中了66号诊室，开门走了进去。不愧是楚神，明明可以选60以内的房间，却跨级挑战。30号以上诊室死亡概率已经70%以上了，楚神 YYDS， 最终奖励一定超神。几分钟后，几乎所有人都进了前60号诊室，而选到30号以上诊室的玩家面色一个比一个苍白，在系统催促下才颤抖着打开诊室门，而我依旧在走廊继续往深处走着，步伐坚定无比。哈哈，刚才装逼太猛，现在傻眼了吧？60号诊室欢迎你哦！乖乖跟楚神一起多好，起码帮你选个30以下的诊室不成问题。66、67、68、89、90、91。卧槽，他一定是疯了，还敢往前走？这是放弃了吗？后面诊室有些一次都没打开过啊。他不会是想97、98、99？我眼前一亮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还好，真的有99号诊室。我毫不犹豫地用右手握了9下门把手，寓意长长久久。开门后，左脚先迈进了诊室，然后迅速退了出来。哈哈，终于反应过来了，瞎傻了吧？已经晚了哟，碰到门把手的诊室必须开门的，装逼男去死吧！我无视弹幕，抬起左脚，用相同的姿势又一次迈进去，再退出来，再进再退。第9次时，我才长出一口气，整个人都走了进去。好舒爽。刚呢，画面卡了。好像不是。我要疯。诊室里是破旧如90年代的绿漆白墙，闪烁的昏黄灯光，血腥味扑面而来。不犯病的时候，我胆子还没蚂蚁大，一个人睡觉都要开灯，还得单曲循环大悲咒的那种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冷汗瞬间爬满整个后背，脚步声从屏风后面传来，我的呼吸更加急促起来。要死了吗？死前能不能杀我9下？这时，一个面色和蔼、戴着厚重镜片的老医生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，脖子上挂着听诊器，手里拿着一只血淋淋的纤细似女人的手，断面的血管和手筋在空气中不断抖动着。老医生嘴里咯吱咯吱的咀嚼。抱歉啊，没吃早饭，先垫垫肚子。他的声音再平静不过，说的好像在吃一套煎饼果子。天哪，这不病院门诊老主任吗？好多年没出场了吧？是啊，上次出场生吃了好几个小孩，那咀嚼声简直童年阴影啊！原来是他坐镇99号诊室，这装逼男死定了。主任蠕动着腮帮子坐下，看一眼我惊恐颤抖的眼神，嘴角勾起笑意。说吧，你有什么病？我咳嗽了一声，思绪飞转，回想了体检报告上所有问题，最终还是长叹一口气。医生，我有强迫症。
主任明显愣了一下，但嘴里的咀嚼一直没停，甚至越嚼越大声，嘎嘣嘎嘣嘎嘣。这个病好治，把这个吃了。说着，他把自己吃了一半的血手递给我，看着那原本白皙的手掌，断面上还滴着粘稠拉丝的鲜血，我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这时，老主人浑身上下的皮肤里开始钻出一根根细小的婴孩手脚，胡乱抓挠着空气。你不吃吗？我在恐怖游戏当了100年诡异打 BOSS， 一招穿成5岁小女孩，被男老师带去厕所。当他哄诱我脱下裤子时，我看到了弹幕：内宝不要，他是老色批，想要看你油。看到这我才明白，自己穿成了颜色纹理的小白花女主。眼下，男老师正色眯眯地捣我。小薇薇，快脱下裤裤让老师摸摸。闻言，我背对着他诡谲地笑了笑，然后咔嗒几声，慢吞吞地将脑袋旋转360度，睁大一双没有眼珠的死白眼眶。老师，您刚才的话我没听清，能再说一遍吗？伴随着凄厉的惨叫声响起，逼仄的厕所里凭空升起一片浓稠血雾。男老师踉跄退后2步，恐惧地瘫坐在了地上。这时脑袋从我脖子上掉下，咕噜滚到他的脚边，睁着大大的死白眼眶。老师，您刚才说的话我没听清，能再说一遍吗？男老师不语，只一味害怕的啊啊乱叫。见此，我的耐心真的被耗尽了，整个厕所里都响起了我愤怒的咆哮。我说。他绝望着重复了自己刚才的话。我捡起脑袋装回脖子上，愉悦地笑了笑。这才对嘛，早说了就没那么多事儿了。不过做错事的人是要受到惩罚的哦。我抬了抬手，他整个人都飞挂到了墙上，裤子被褪下，然后手指凭空一滑，有东西啪嗒一声落到了地上。他永远失去了作为男人的资格。随后浓雾散去，弹幕重新显现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怎么突然打马赛克了？内宝呢？他怎么样了？直到下午，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校园上空，挂在厕所吊灯上的男老师终于被人发现了。很快，警车和救护车先后到来，命案现场被封锁。老师拨打班上孩子家长的电话，叫他们来接我们回家。班上的孩子被陆续接走，只有我和几个小孩因为各种原因父母不能及时到来，被安置在接待室里等待家长的到来。在我等得快要睡着时，身后突然有人伸手拽了拽我的衣领，我被他拽得一个趔趄，差点跌倒。一回头对上的就是一张欠揍至极的脸。你有病吧？小老婆，你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是杨老师变成公公了。对了，你知道怎么让男生变成公公吗？说着，他做事撩起了衣服，要亲身为我演示。想死就脱，别装了。我妈妈说女生就爱口是心非，你不想就是想的意思。就在这时，班主任领着他妈和我妈走了进来，我扭头就告状：妈妈，宋子文想猥亵我。我儿子最是听话了，怎么可能做那种事？肯定是你这个小贱蹄子在大胡乱说。说着，他抬起手就想给我一巴掌，我妈眼疾手快，中途截住，冷冷地盯着他。宋子文妈妈，没有就没有，你何必用那么难听的话辱骂我女儿，还想动手打人呢？两位妈妈都冷静一下，兴许是误会呢。旋即他蹲在我面前，双手微微用力，掐紧我的肩膀，半是威胁半是诱哄道：微微，说谎的宝宝不是好宝宝哦，是宋子文小朋友想和你玩游戏，你高兴的用错了词语，对不对？他说这些话是想让我吃了这个哑巴亏吗？我没有撒谎，也没有用错词语，就是宋子文想要猥亵我。他一个6岁小孩，怎么可能说出这些畜生的话来？肯定是你做了什么吧？我有录音。我从随身携带的小包里掏出录音笔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点击了播放。当时宋子文露骨和黄色的话响彻整个休息室。这件事你们必须给我个交代，否则没完。胡薇妈妈，可我妈不给她任何辩解的机会，抱起我就走。我靠在她的肩头，望着早已吓呆的宋子文，用意念开口：大人做错了是要受到惩罚，小孩子也一样哦。我轻轻打了个响指，下一秒，宋子文痛苦嚎叫的双腿打颤。最终这件事以班主任被学校开除和宋子文一辈子丧失男性功能收尾。1天之内接连发生2件大事，我的这个背景板妈妈怎么都得重视起来了。她连夜带我搬家，去了新的城市，上了新的幼儿园，离开了原著前期剧情发生的地点。我逐步过上了正常的生活，但是剧情的影响依旧强大。原主的身体在5、6年级就开始发育，尤其是胸部，小年纪就波涛汹涌，夺人眼球。很多顽皮的男生偷偷在背后恶意称呼我为大奶牛，然而我小看了人类的劣根性。这天我值日倒垃圾回来，推开门，一桶水顿时从头顶倾泻而下。夏天衣薄，被水打湿后，一层布料紧紧地贴着我的身体，姣好的轮廓一览无余。几个罪魁祸首肆无忌惮地盯着我的胸部。我就说他那里很大吧，跑起步来都一晃一晃的，就是不知道手感怎么样。你们觉得这很有意思吗？难道没有意思吗？胡卫，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，在场的女生哪个像你这样，小年纪就长成这样，以后肯定是个勾人的货。听说你妈妈开了个酒吧，不会是她带你去找人摸大的吧？现在道歉，我既往不咎。哎呦，你们看，她生气了，
肯定是被我猜中事实，恼羞成怒了。他们笑声刺耳，满怀恶意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我扫视了一遍在场众人，唇边掀起一抹冷冽的笑。既然你们那么喜欢嘲笑别人开黄腔，那就尝试一下这是什么滋味吧。他们对我放出的狠话不以为意，反转是在第二天上午的大课间。昨天嘲笑我最狠的2个男生，一个叫周凯，一个叫李松。他们在过道上追逐打闹，李松五指成爪，朝周凯的胸口袭去，谁知伸手过去摸到的却是对方柔软膨大的胸脯，他顿时恶心地收回手。卧槽，周凯，你好恶心，你的胸怎么也变得和胡威一样大了？几乎是瞬间，所有同学好奇的目光都默契地投向了周凯。怎么可能？你不要胡说！可他抱紧自己胸的时候，摸到的果真是松软膨胀的胸脯，霎时脸色惨白一片。此时李松已然从惊恐中回神，贱兮兮地笑起来。长这么大还没摸过男人的胸呢，周凯，大家都是好兄弟，你要不先给我试试手？李松，你快看你的胸。周凯，我只是单纯想摸摸你的胸而已，你不用这么大呼小叫吧？李松不悦地沉下脸，可低头的瞬间却陡然愣住了，因为他的胸像气球一样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。他双手慌忙按向自己的胸部，妄想阻止胸部继续膨大。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砰，他的胸爆炸了。教室里目睹这一幕的学生全都尖叫着四散而逃，只有我巍然不动，被眼前这一幕逗得哈哈大笑。啪的一声，我打了个响指，周遭世界褪成黑白。我警告过你的哦，小孩子犯错是会受到惩罚的。我知道错了，我向你道歉，求你放过我吧。可是你现在认错已经太晚了。我都已经道歉了，你还想我怎样？李松骤然恼羞成怒，伸手抓向我，却未想直接扯下了我的脸皮，皮下血肉腐烂，脓水不止。我咧嘴轻轻一笑，肌肉扯动间，密密麻麻的尸鳖从我眼睛、鼻孔、嘴巴里爬了出来，嗡嗡嗡飞扑向他。攻击审判者，罪加一等。我疯狂扭曲着身体，伸出无数触手，紧紧勒住了李松的身体。这时，虚空中传来一道沧桑的声音：兄弟送我一块招财玉牌，我却转头放在死人身上，只因这块玉牌会吸人寿命。前世有了玉牌后，我打麻将一路连赢，可我跟女儿的身体却在加速衰老，从此瘫痪在床。临死前，王子峰和老婆站在我床前甜蜜热吻，气急攻心之下，我喷血而亡。再次睁眼，我重生回打麻将那天。不玩了，你赌注都下好了，难道你想毁牌不成？为首的老大将刀劈在桌子上，桌上立刻出现了一条裂缝。他的语气阴森：赢了这么多就想走，可没这么简单。开局后想退出，必须赔一条手，你自己掂量掂量。我浑身止不住颤抖，而旁边的王子峰也在劝说我：恒峰，反正你都下注了，继续赌呗。你的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吃药和治疗都需要好大一笔钱。你丈母娘也有高血压，老婆还被上级欠着钱。你现在是你们家全部的希望，要是这把赢了，半辈子都愁吃喝。就是你别太自私了，能不能为我们家考虑考虑？我有说过我不玩了吗？我只是想去趟洗手间而已。他们上下扫视着我，信了我的话，但他们还是派了4个保镖在门口等着我。我立刻拿出手机发求救短信给110，祈祷他们能够收到。外面的保镖还在不断催促着。你的时间还有3分钟。我发完短信，装作一身轻松的样子走了出来。对面的老大笑盈盈地看着我。那我们继续吧。我心跳开始加速，接待员开始发牌，我脖子间的玉牌也在逐渐升温。我咬着牙，汗水滴到了桌面上。一旦开牌，我和女儿的寿命都会衰减。可要是不开，我可能会死在这里。快啊！我相信你肯定能赢的。刚刚医院打电话说你女儿又进了 ICU， 你要是不赌，哪来的钱？我咬着牙，迟迟没有动静。赌场老大也不耐烦了，他拿着刀子朝我一步步走过来，面上凶光显露。就当他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用刀子劈在刚刚赌牌的老赖的手上。要是你不开牌，下场就和他一样。我给你3秒，3、2、1。当数到1的时候，帽子叔叔踹门进来，大声怒喝：全部抱头蹲下，统统带回去调查。我这才松了口气，整个人无力躺下。在我们要被带走之际，王子峰翻开了我的牌，3个。你要是早点开牌，这把肯定赢。你到底什么回事？这么天大的好事也不珍惜。我没有理会他，只是悄悄远离了他几步。之后我去往医院，女儿刚从 ICU 里被推出来，我的心中无比愤怒。上一世，你们不仅将我给他们照顾女儿的钱全部被藏了起来，还亲手签下放弃女儿治疗的协议书，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。这次我一定要让你们自食其果。回到家，老婆立刻满脸怒火地质问我：你怎么回事？子枫带你赢，你竟然还丢下他，害他进了局子，你真是太自私了，一点都不为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考虑。前世我就是在这样的破案下，一直如同老黄牛一样为家庭付出，最后连同骨头被吃干抹净。你想要前世吧？我成全你。不是这样的，当时我发现玉牌不见了，一着急就脑子待急了，我又不能说得太明显，就只能拖延时间。那你找到没有？我点了点头，老婆这才松了口气，一直叮嘱着我：这块玉牌绝对不能离开你的身体，也不能给别人知道。我装作顺从的样子点了点头，老婆这才满意地出了门。我握紧手中的玉牌，
即便我用火烧，用锤子砸，他竟都毫发无伤。我翻开玉牌，意外发现里面竟然刻有一行字：以彼之寿，换吾之财。玉牌能够吸取我家人的寿命换取财富，可为什么只会对女儿有效？我把玉牌收好，带着女儿去医院进行各项检查。好在女儿现在的状况稳定，所有指标只是轻微不合格，只要积极治疗就可以恢复。回到家，小姨子就大拉拉地躺在沙发上，伸手跟我要钱，旁边是她吃剩的外卖垃圾，正在等着我收拾。我忍着怒气，钱都给你妈拿来买药了，还要给你姐拿去还债了，我哪里还有多的钱给你？我管你那么多，你们两个外人住在我家，吃也在我家，还不赶紧给我钱，不然就给我滚出去！当初我就不应该让你入赘进来我们家，什么用都没有。一瞬间，外人2个字触动了我大脑，在这个家，只有我跟女儿是血亲。难道玉牌是通过血缘关系运作的？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把女儿拉进房间里。小姨子鬼鬼祟祟就在门外偷看，她以为我在偷偷拿给女儿钱，我故意装作没看到，语重心长地拿出那块玉牌。宝贝，这块玉牌你拿着，千万不要告诉妈妈，也千万不能给别人。只要有了这块玉牌，我们就有数不清的钱。我故意把后面那句说的隐晦小声，女儿刚接过去，小姨子就一脚踹开门，把玉牌抢走。有这种好东西，你居然还遮遮掩掩！原来最近你打麻将次次都赢，就是靠这玩意。小孩子懂什么赚钱，还不如给我。这是你们家给我的，现在你要回去，若是被他们知道了，你就要完了。也许是想到了老婆和丈母娘的辱骂，小姨子明显的怂了，但最终还是贪婪战胜了恐惧。我叫你一声姐夫，你别不知好歹，大不了我赚钱分你一点，你不许把这事说出去。他拿走了玉牌，洋洋洒洒就出门潇洒去了。后来我从他的朋友圈中可以看到，他赚了很多钱，名牌包包和豪车全都被他拿下。我的账户偶尔能收到他的一些转账，那都是他的封口费。与此同时，老婆和丈母娘每天都在找我要钱。看着老婆用亲属卡在按摩店消费的1万元，我嘴边勾起了嘲讽，她声音十分不耐烦。我等下把付款码给你，你付钱就行了。我在这边和几个老总喝茶呢，你不能让我失了面子。我这可是为了这个家在努力，可不像你，啥都不用干就有钱。他的声音喘息，电话那头还传来奶里奶气的声音。姐姐，我快忍不住了，快把电话挂掉吧，我快等不及了。你别误会，刚刚那是老总的弟弟。我立刻就把钱打了过去，刚放下手机，丈母娘就带着一群熙熙攘攘的亲戚走了进来。他们带着嫌弃的表情进我们家，舅妈环视四周，眼神落在我的身上。你女婿真的可以拿钱给我们吗？看着比我们家都穷呢。他就是喜欢财不外露，最近他赚的可多了，你快点去拿几万块给我小侄子读书用。我回到房间给他们拿出几万块，看到我手里的钱，他们的眼神都亮了，一把抢了过去收进自己的口袋。当天晚上，我再次带着女儿去医院检查，女儿的身体渐渐在恢复中，但丈母娘却因为高血压被送进了 ICU， 她的身上已经溃烂，整个身体都出现了尸斑。病人的身体好像死了一样，可是按照他的年纪又没到这个地步，必须尽快进行手术，不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最多还能拖延2个小时。丈母娘躺在床上痛苦的呻吟，匆匆赶来的老婆衣服都没有穿好，她的脸好像突然老了10岁，皮肤也变得松弛。她担忧地看着丈母娘，想要拉起她的手，却化成了一滩血水。传闻暴君克妻，谁嫁过去谁死。我进宫后却没想到听到了暴君的心声。呵，又来了一个送死的，这眼睛还挺漂亮的。他要是敢上前讨阵贤，等给他弄死了，把眼珠子抠下来养着。我只是个村子里卖豆腐的，由于暴君缺女眷，便被县令封了个豆腐西施，被迫和同一批秀女被送入宫。嫁入宫的前一天晚上，我爹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：希儿，你进宫可要好好伺候皇上，多给爹拿些银子回来，这可是爹千辛万苦给你求来的机会。呵，谁不知道暴君的名声恶劣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收了县令多少银子，最好让我落选，等我被赶出皇宫，就逃到江南，以后再也不受那个贪财爹的管控。等我进了宫，秀女们争先抢后往暴君面前扑，我缩在角落一声不吭。暴君眼神一眯，扫视了一圈在场的秀女，伸出大手随便指了几个秀女：跟咱家走吧。可恶，为什么我都这样了还选上我？进宫第1晚，暴君传召了5名秀女共同服侍，而我恰好在其中。死暴君，玩得真够变态的，一晚上玩5个，累不死你。过来。我眼眸一颤，颤颤巍巍走了上前。忽然我一愣，这时听到暴君说：呵，又来一个送死的。明明他没有开口讲话，难不成我能听清暴君的心声？你很怕我？是。竟然有这样的蠢货，直接说自己害怕。不过这眼睛挺好看的，等他被吓死了，就把这个眼睛抠下来存着。那边一个秀女得宠心切，对着这边银一跌，好巧不巧就跌进了暴君的怀里。我一抬头，暴君眼神冰冷。今夜宫里死的第一个就是他。救
救命！我好像知道暴君为什么可欺了，这家伙逮着谁杀谁啊！暴君目光沉沉地扫过我们几个，太监立刻明白他的意思，端上来5碗汤分给我们5个秀女。暴君视线落在其中一人的汤上，眼神中略微嘲讽。我上前一步，一把抢过那个秀女手里的碗，一咬而尽。暴君性格这么坏，其他4碗肯定全是毒药。你做什么？哪里来的疯女子？我一口闷完汤药，命悬一线，最后还是被救了回来。等我醒来时，暴君看着我，爱妃终于醒了。爱妃？是啊，朕已经封你为熹贵人了。疯女子，影响我计划，要不是你尚书家的独女早死了。救命！这个变态暴君看来是不会放过我了。呜，别杀我！熹贵人又说胡话，朕怎么舍得杀你呢？是从脖子开口好，还是从天灵盖开口？算了，还是从足底开始吧，这样会少些瑕疵。皇上，贵妃娘娘有请。表妹，没有事情吗？天天烦朕。我来，皇上，臣妾为您分忧。表妹狠辣的手段，全皇宫都知道。小东西，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就我俩3言2语这档口，贵妃提着裙摆来势汹汹，看见我和暴君说话，贵妃怒从中来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好家伙，这嫉妒心也太强了！我俩就说个话而已。皇上，贵妃娘娘好凶！我故意娇媚地向她跟前倾倒，嘴唇还不小心碰到暴君的耳廓。无耻！谁准你碰朕？该死！朕竟然真的对他的触碰不厌恶，他竟然敢碰朕，朕要给他剁了喂狗。可是朕对其他女子明明衣服都沾不得。我去，原来暴君之前那么大的反应，是因为他的厌女症对我不起作用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该碰您尊贵的身体。其实刚刚触感还挺好。那臣妾先退下了。哼！站住！还有何事，陛下？今晚留下来侍寝。难道朕的厌女症真的对他不起作用？朕还得试试。有病就治，别拿我做实验品啊！我这是什么悲惨命运？被爹卖，被君妻，我黄花大闺女，还指望等逃出宫去了江南嫁个好人家呢？退下吧。我惴惴不安一天，终于到了夜晚。黑夜里，暴君一言不发，僵硬的俯身过来。暴君自从开了荤，我彻底跟他形影不离了。熹贵人呢？皇上，熹贵人去御花园了。去御花园干什么？他和贵妃娘娘约架。我鼻青脸肿带着伤回来的时候，就听见这么几句。暴君看见我脸上的伤后，脸色一冷，大步流星往外走。我们赶到贵妃宫里时，贵妃吊着半条命，看模样像是瘸了的腿，眼睛肿得跟核桃一样。皇上，您看，熹贵人给我推进河里，把我摔成这样，他跑了。贵妃德不配位，欺侮贵人，禁足7日，贬为良嫔，把西施打成这样，我晚上还怎么用她？呵，狗男人！太后听说此事，怒气冲冲赶到御书房的时候，暴君正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，叫我给他捏肩。皇上，你怎么能降贵妃的妃位？这么多年哀家叫你封她为后，你不许，这下竟然为了一个小小的贵人把贵妃给贬了。熹贵人身怀龙子，熹贵人可要好好的生养皇嗣。至于贵妃的事情就算了，小喜子去派人将佛堂打扫一下，哀家要去给佛祖上香，保佑大皇子平安落地。皇上，可是我现在没怀龙子。总会有的。让太医院拿一些止血化瘀的，不然今天晚上朕下不去手啊。自从贵妃这件事情传出去后，我在皇宫基本上已经算是横着走了。但好景不长，这天我正给暴君泡着茶，外面喜公公难看着脸色走了进来。娘娘，外面有人找您。我在皇宫没有熟人，谁会找我啊？乖女儿，爹可算见到你了。银子花完了？对啊，爹可是知道的，你在皇宫独得恩宠，快给爹拿些银子来。没有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准备去江南，我告诉你，不管多少，给我点，不然我要是告诉皇上，你就等着瞧吧。迫不得已，为了不让暴君下朝前碰见我爹，我只能先给了他一些银子把他弄走。人走后，我冷着脸琢磨着，我进宫后，除了贵妃这件事，还没得罪过谁？究竟是谁对我这么大的仇恨，把我这个不省心的爹给引进皇宫里？贵妃被禁足，他不可能是此事的主谋，难道是他？这是一个觉醒有罪的世界，觉醒雷电力量的会被制成活体发电机，觉醒再生力量的会被高价拍卖，最终进入各大实验室和医院。即便觉醒了最垃圾的能力，也要被送到暗域进行生存直播，宫墙外的大人们观看娱乐，至死方休。而那些觉醒失败的人，却能够在城内安稳一生。我很高兴，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。进行觉醒仪式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紧张，放平心态，一定不会成功的。10年磨一剑，试看今朝。教室内响起了让人放松的音乐，同舟故流里小声对着我说道：“我这有一颗压制精神力的胶囊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”不用，谢谢。对于我999点的精神力来说，这一颗胶囊压根没有什么用。不要交头接耳，觉醒仪式开始了。所有人按照顺序走出教室，被叫到姓名和编号后，沿着隔离带前往等待区域，等待参加觉醒仪式。乐可、顾琉璃、
啊！我竟然是第一批参与觉醒的。顾琉璃猛地站起身，咬了咬嘴唇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装着胶囊的小玻璃瓶，放到我的桌子上，起身朝着教室外走去。第一个被叫到名字的学生站到觉醒石旁，请将右手手掌放在觉醒石上。乐可手掌缓缓地放到觉醒石上，觉醒石发出一阵颤动，乳白色的光芒微微亮起。觉醒台一旁的显示器上出现一行信息：觉醒成功序列编号196，强度等级4阶，觉醒能力激情励志。不可能的，我不可能觉醒的，一定是搞错了。乐可大喊一声，转身朝着操场出口的方向跑去。2名穿着防爆服的士兵上前，将乐可拖到一辆押送车辆。觉醒台上点名继续：顾琉璃，请将右手手掌放在觉醒石上。觉醒石一阵颤动，并没有发光。顾琉璃轻呼一口气，眼底浮现出一抹欣喜。突然，足球大小的觉醒石发出一声脆响，完全碎裂开来，耀眼的金光直冲天际。觉醒成功序列编号011，强度等级7阶，觉醒能力离析。顾琉璃的身体微微一颤，眼中闪过一丝绝望。下一刻，顾琉璃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精致的匕首。2名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吓得向后退了几步。这位同学，请你冷静，觉醒不一定是绝路，你还有机会。对，你还算幸运，没有觉醒序号4以上的能力，不会被清理掉嘞。外围的士兵们已经抬起手中的武器，对准了觉醒台上的顾琉璃。顾琉璃左手反握匕首，朝着一旁退开的工作人员刺去。砰的一声，顾琉璃的脑袋炸成无数猩红的碎块。片刻间，教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。经历了10多分钟的煎熬，广播中响起了叫号。我来到操场的觉醒等候区，此时顾琉璃的血迹已经被冲洗干净，觉醒石也换了一块。我缓缓走上觉醒台，来到觉醒石的旁边。我因为兴奋，身体微微的发抖。我一直在等这一天，成为觉醒者，获得改变世界的机会。请将右手手掌放在觉醒石上。我眼睛深吸一口气，将手伸向坑坑洼洼的觉醒石。就在这时，一柄锋利的匕首悄无声息地贴到我脖子上，冰冷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：高强人01，精神力异常，继续进行觉醒仪式。这是精神异常的待遇吗01H037号高强成人，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11岁使用特殊软件非法接触高强城外信息，13岁试图炸毁高强城城墙，15岁至今无事发生，当然可能使用了更加隐秘的手段从事非法活动。那又如何？若真的有证据，自然有执法者前来抓我。难道高墙外的大人物就可以公然违背神明制定的秩序，拿刀架住平民的脖子吗？任何人都要遵守神的秩序，不过在我看来，你是个危险人物，所以赶快开始仪式。接下来，你若是有任何反常举动，我可以立即击杀你。这话可不像执法者说的。你是什么人？闭嘴！你一个高强成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和高强城外的大人说话？请服从大人的命令，继续进行觉醒仪式。我手掌缓缓放在觉醒石上，一种无法形容的舒畅感从自己的体内出现。原本死寂的觉醒石震动起来，四周的空气中漂浮着一些奇怪的小光点，朝着我的身体汇聚过来。越来越多的小光点融入进我的身体，一段信息融入我的大脑中。觉醒成功，序列编号001，强度等级1阶，觉醒能力真实。觉醒成功，序列编号556，强度等级2阶，觉醒能力01，精神方向。精神力异常就觉醒了个这。竟然是个觉醒职业的梦，还是2阶，却5号运输车。觉醒场地外围一辆指挥车内，同样是金色瞳孔的一男一女，看着我觉醒的天赋，缓缓松了口气。其中的男队员扶了扶自己黑框眼镜。以目前情况来看，应该是灵异觉醒的能力造成了精神异常，后续定期观察就可以。不过那个被队长开枪打碎脑袋的觉醒者，尸体被抬上车后消失了。队长开枪的都没担心，你反倒害怕遭到报复吗？放心吧，我早就知道，我们都该死，都该死。这时一旁的通讯器响了起来，刚一接通，里面就传来一个脂肪压迫气管的中年女人声音：我们已经收到01的觉醒信息，它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垃圾，随便处理掉吧。没有价值的垃圾，笑死！11岁开始了解城外信息，不断学习提升精神力超常的天才，他们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垃圾。韩信，这些话私下说说算了，想想怎么处理这个灵异吧。我建议带出高强城，丢进暗域吧。让觉醒者进入暗域自生自灭，确实也是处理方式的一种。韩信，你和我现在就送进去吧。短发女的身影慢慢消失，娃娃脸一脸不情愿地离开指挥车。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进入停靠的押送车内。这时我脑中突然出现一道声音：名称真实，序列001，阶段1阶，效果消耗真实点数获得看见，修改部分真实的能力，真实点数49。我看过序列能力图鉴，看见真实，修改真实，绝对是序列能力中最逆天的，那可真是太美妙了。友情提示：消耗1000点真实点数，可以升级名1的序列能力。可以升级序列能力，岂不是说自己不需要修炼，只想办法获得真实点数，就可以无上限的变强？自从月亮死后，天上出现游荡的神明和异常区域，进入暗域的方法也很简单，只要是平静的水面、大型的镜子、
映照出天空中暗喻的镜像，直接走进去就行。此时娃娃脸无奈地对我说道：本来有人对你的异常精神力感兴趣，但是收到你的觉醒结果后，就下令处理掉你。如果你不进去，你们的朋友家人都会连坐。说好的3年，3年之后又3年，3年之后又3年，都快10年了。老大，湘江的黑社会一日为肃清，你就继续干卧底，没有人比你更合适。可是什么？可如果再不收网，我就恶贯满盈了。10年前，警校刚毕业的陈真被安排到强盛集团卧底。为了接近强盛的2号人物老黑，陈真当众调戏女教官，被安排进去踩了1个星期缝纫机。陈真刚走进监狱，一群小混混立马围了上来，几个资深混子更是嚣张的踢翻脸盆，挑衅的看着陈真。人群中，陈真一眼锁定了目标人物老黑。起开！没他妈看到有人进来啊！有眼力见没？新来的，你他妈叫什么名字？陈真。陈真，我他妈还霍元甲呢。因为什么事进来的？调戏妇女。年纪轻轻不学好，知道这里的规矩吗？知道，我就是规矩。你他妈说啥？马德，弄他，记得蒙上被子，注意别留外伤。切，就这还不够我热身的？这一个打30个，这他妈还是个人吗？你们都别惹我，我只想静静。连续7天，老黑没敢再招惹陈真，直到第7天傍晚，老黑和陈真被同事放了出来。老弟，我看你这几天经常叹气，遇到什么烦心事了？跟哥说说。跟你有关系吗？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或许我能帮你一把也说不定呀。回不了家了，考上警校第10天就被开除了，哪他妈还有脸回家？我他妈还以为多大事，警校有个毛用，1个月几百块钱玩什么命啊？老弟，正所谓不打不相识，要么你跟我去湘江浪几天，经济开放的前沿阵地，灯红酒绿，保证爽死你。黑国兄弟，别犹豫了，走，哥让你知道什么叫成年人的快乐。那好吧。2个小时后，老黑带着陈真来到湘江幸福浴场。这个浴场是强盛集团的产业，眼下是老黑负责打理。黑哥回来了，给大家郑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陈真，我在拘留所新收的小弟。来，把我们的头牌小桃带来，让小陈去爽一下，去晦气。不一会，一个叫小桃的女孩被带到陈真面前。兄弟，这是我最近从别的浴场挖来的头牌，我都没失踪呢，你先上。谢了黑哥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吵闹声传来，10几个混混冲了进来。老黑刚要那家伙，就被2把砍刀架在脖子上。都他妈别动，否则我干了你们老大！刀疤，你他妈想干嘛？哼！妈的，敢挖我水中花的头牌，我他妈还以为你能躲到拘留所一辈子呢！贱人，我水中花哪里对不起你？带回去，看你爸爷今晚怎么弄你！刀疤，你他妈放开小桃，他是自愿来我这上班的。尼玛，老子今天就断了你的手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挖我的人！把他的手给我按住。好嘞。刀疤，你各处上，有种放开我单挑！挑你妹！刀疤哥是吧？为了避免你待会被我打死，我强烈建议你跪下磕头道歉。哦，对了，待会干你的人叫陈真，脾气比较暴躁。为了让舍友帮我跑腿，我故意勾引他。舍友从一开始的懵逼到默认，再到对我百依百顺，直到某天，我为了求人转头叫别人老公，他一手掐着我的下巴，一手打着我的屁股。老公在这儿呢，再叫别人一声试试。睡到自然醒时，宿舍里安静不已。我熟练的从微信里找到一个名为冤大头备注的好友，直接发了句语音：老公，可以帮我带一份食堂的八宝粥和小笼包吗？略可，你别语音这么叫我，打字就好了。亲亲老公，听你的。对了，回来的时候在驿站再帮我拿3个快递哦，老公。好的。我收起手机，嗤笑一声。该说不说，我已经能够想到周成此时攥着手机，满脸通红又尴尬的样子，我难得感到一点罪恶。大学刚开学时，我故意背地里装男童叫周成老公，撩他，勾引他，让他只给我一个跑腿，小到买个饭，拿个快递，大到让他帮我写各种专业课作业，甚至让他给我洗袜子。周成从一开始的震惊不理解，到脸红反驳，再到现在的默认顺从，俨然已经被我掰弯了。等我悠哉的洗漱完时，周成已经回到宿舍了。略可，快递给你放那里了，早饭也买好了，你来趁热吃吧。好的呀，老公。我笑盈盈的走过去，坐到他身边，还故意恶劣贴着他，很明显的感觉男生的肌肉一下子绷得很紧。把饭钱都转给他后，我夹起一个小笼包抵到他嘴边。辛苦了，老公，先喂你吃一个吧。我吃过了，再吃一个吧。周成听话的张开嘴咬住小笼包，一边吃一边偷偷看我。我佯装不知，仍旧撩拨。老公好吃吗？
好吃，你快吃吧，不是饿了吗？我也没再多费口舌，埋头美滋滋的吃着饭，不再搭理这个工具人。周成则安静的坐在我旁边看着我，乖得很。略可，你周六有事吗？不一定。怎么了，老公？我周六有个球赛，想让你来看看。哦，想让我给你送水是吧？可以吗？不去，太晒了。周成失落抿唇，然后他就没再说什么，只是安静的看着我吃饭，眸子黑漆漆的，和一只被主人训斥了的大狗一模一样。我却有点心烦起来。不是，这个傻狗倒是多问一句啊，多问一句，说不定我就勉为其难同意去了。我想了想，周六还是去吧。老公打球的样子我还没见过呢，肯定会很帅。周六，太阳大的能把人晒化。我骂骂咧咧的迎着高温了出门，内心快把周成骂死了。满头大汗的来到篮球场时，发现傻子还不少，有好多女生嘴里频繁的提起的是周成的名字。我站在阴凉处，看着那道正在奔跑的高大身影，撇撇嘴。这傻狗看着穷酸老实，桃花运倒真是不弱，幸亏我先人一步把他圈住，不然他可就被其他人使唤了。比赛很快结束，不少女生涌进球场给心仪的球员送水，我拿着买好的水也准备进去给某个傻狗送。这时，一个漂亮女生先我一步来到周成面前，她递给周成一瓶水，周成应该是没反应过来，愣住了。周成，我饿了。好，我带你去吃饭。哦，给你水，我拿的都要累死了。那我帮你揉揉，你拿过去不就好了吗？对。他憨笑两声，视线不理我，目光灼灼，心里的不爽情绪被压下去。我故意小声勾他：“老公，快喝吧。”他听话的喝水时，我满意的撩撩眼皮，视线越过他肩头，不屑的看向那个搭讪失败的女生。现在周成可是我的狗，我让他干什么，他才能干什么。周成和我去食堂吃了顿饭后，便一起从阴凉小路往宿舍走去。老公，你走那么快干嘛？怕你热，赶紧回去。知道热还要我给你送水？你看我脸都晒红了。抱歉，我帮你挡着点吧。他说着，抬手就要给我遮太阳，我当然不会推辞工具人的帮助，顺其自然地躲在他给我制造的阴影里走着。谢谢老公，补我一个。就在我俩快走到南寝楼下时，一对正在接吻的情侣映入眼帘。这种事情挺常见，我扫了一眼便打算直接离开，可身边的周成却停住了脚步。周成，怎么了？那对男女在接吻。哦，亲就亲呗，情侣而已。女寝楼下据说更多。这样吗？略可，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亲？亲什么亲？我们什么关系？我们不是情侣吗？你都叫我老公，叫老公就得亲吗？柏拉图的爱情你懂吗？不懂，不懂还亲什么亲？快点回宿舍，热死了！我臊着脸扭头就走，可周成却没跟上来。我回头一看，男生正一脸落寞地站在那里，活像是被人欺负了的良家妇男。这傻狗现在有点不好糊弄了，多学会得寸进尺，主动要求耍流氓了。我是直接放弃装男童呢，还是在忍辱负重地撩他几天，让他再伺候我帮我跑腿呢？利益和清白来回跳跃，天人交战片刻后，我突然折返到他身边，直接狠狠地踩了他一脚。亲，我准了，但是不准伸舌头，听到没？等周成拉着我从其他树后面走出来时，之前那对情侣早已经离开了。当晚，周成在给我写专业课作业，我便悠闲地小睡了一会儿。舍友大壮回来的动静把我吵醒。大壮，你不是去和网恋对象面基去了吗？怎么这么早回来？你们不知道，我那网恋对象是个男的，我以为是个软萌甜美，没想到掏出来比我还大，吓得我拔腿就跑。原来你恐同啊？哥也不是恐同，就是接受不了比我还糙的男人。要是和你一样这么肤白貌美的帅哥，我说不定可以忍忍。说着，他故意摸摸我的脸，就走到自己衣柜前换衣服了。我打了个哈欠，准备缩回床帘继续睡觉。这时，一直寡言埋头写作业的周成突然起身，他直接站在我床边。老公，怎么了？略可，低一下头，好吗？我不明所以的又往地趴了趴，以为他要和我说什么小话，但下一秒，我的嘴突然被蜜蜂蛰了一下。乐可，你说我要不要去揍一顿那个网恋对象？我揍他一顿，我出不了气。大壮弯腰拖着鞋，头也不回地问着我的意见。我惊慌地想把某个蜜蜂甩开，但换来的却是蛰得更疼了。我没忍住，直接呜咽出声。大壮却以为我是说恩，立马搭话：“你也觉得应该去吗？但是我怕咱俩这仗乌渣打不过他呀。要不周成你陪我去吧，你人高马大的，往那里一杵，自带社会哥气场。可以，好兄弟，有你们我就安心了。等富哥回来后，咱一起去，我就不信打不死那个骗子。”周成帮我写的作业和各种报告都进展顺利，我交上去以后拿了高分，通过挂名创新大赛，学分和高名次也美美的收入囊中。我想着这个傻狗也没了利用价值，我决定尽尽最后的善心，请他吃顿饭，然后找借口甩了他。估摸着周成此时应该在校外餐厅兼职，就在我来到他兼职餐厅门口，里面突然吵了起来。我拥有5个校花室友，每天晚上睡觉都要抽签，抽到谁就和谁一个被窝，而校花们非但不生气，反而争抢着让我睡他们的床。这一切都是因为和我上大学迟到1个月，学校把我分配到了这个宿舍。此时我刚刚推开宿舍门，就被一个短裙妹子踩在脚下。说吧，你是怎么潜入进来的？不然我们就把你大卸8块。我那个果然这种人渣还是杀掉比较好吧。真有意思，不过那样就不好玩了。静静，喂，他晕倒了。冰丽，你好像吓到他了。等到再次醒来的时候，
房间里已经空无一人，但房间里的粉色布局和女孩子身上特有的淡淡香气，都在证明刚刚的这一切不是在做梦。不是吧？怎么会这样？这跟我想象的大学生活怎么不一样？明明我的一切行动都和一个刚入学的大学生没有任何差异，为什么现在我会落到这般田地？不就是晚入学了1个月吗？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？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！正当他要哭出来的时候，那几个女生的声音正在走廊逐步逼近。回想起刚才的经历，他不假思索地决定继续装晕。哼，这小子不会还在装晕吧？喂，起来了，别以为我们看不出来。小朋友，再装可就不好玩了哦。要不然我还是砍死他吧。江饶虚虚眼瞄了一下，发现那个长腿的冷艳美女好像在寻找工具，急忙坐起身子。好了好了，我醒了我醒了。我不管你用了什么手段，反正你不能住这里。我也不想啊，是学校安排的。我晚入学1个月，估计是搞错宿舍了。你要是住这里，我就杀了你。你干嘛？哎呦！你要是不搬走，我们静静真的会杀了你哦。各位姐姐，行行好吧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问了宿管大妈了，她一口咬定我就是住在这里。我好歹也是交了住宿费的，我真的不是有意要这样的。看着江饶破防的样子，5个校花面面相觑。其实他们刚才已经去找学校核实过了，情况确实是这样。不过5人还是接受不了和男生住一起，于是决定给他来一个下马威。江饶被5人合力捆成了个粽子，嘴上还被贴了个胶布，活像一只大闸蟹。终于亲近了啊！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冷艳美女徐静静将2条光洁细腻的大长腿并在一起，脸上还是一脸不满。好了，静静，留着过年再杀也不迟。只有温柔美女苏瑶瑶身上没有散发出任何攻击的气味，一直微笑着盯着江饶，精致无瑕的脸蛋让她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正当她看得入神的时候，唐娜娜已经站到了她的身前。那个，今天你准备和谁一起睡？跟谁睡？他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在邀请我吗？还是在警告我？不对，这一定是试探，试探！我一定要顶住考验，不然今天真的就只能露宿街头了。你这家伙一定又在想什么我信的是吧？喂，你可别多想，因为这间宿舍只有5个床位，所以你晚上应该要和一个人挤挤了。和一个人挤一挤？这句话又在江饶脑子里炸开，看着眼前5个校花级别的美女，一些少儿不宜的画面开始在他脑海中出现。你这家伙果然是个变态啊！啊，抱歉，脑子一时没转过来。江同学，千万不要有不健康的想法哦。肯定没有啊，我这人心里最健康了，我还当过心理委员，高中他们都叫我健康哥哥。这不是有一个空床吗？我睡这里就行了，不用啊！正当他一屁股坐到床上的时候，床板瞬间塌陷了下去，整个人以一种非常滑稽的姿势插在了床板里。所以我才说只有5个床位啊！真是个蠢货啊！哈哈哈！白甜甜已经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其他人也纷纷嘲笑起江饶，就连冷冰冰的徐静静也忍不住莞尔。那个，我知道这很好笑，但是你们能不能来拉一下我？我好像卡住了。我不行了，不行了，等我再笑一会儿。谁帮我松绑也行啊。江饶虽然嘴上胶布刚刚撕开了，不过他现在依然处于被捆绑状态，想从床板里站起来更是做不到。等校花们笑完之后，才将他拔了出来。这捆绑 play 是非完不可吗？什么捆绑 play？ 这是为了确保我们的安全。那你先让徐静静把鞭子放下。静静，放下放下，这是干什么？不是说好了留着过年杀吗？徐静静还是嫌弃的看着他，不过还是放下了鞭子，看起来好像很失落的样子。现在怎么办？真的要让他跟我们一起睡吗？就不能让他睡地上吗？是把他扔厕所吧？砍了吧，让他去和宿管大妈一起睡。女生们叽叽喳喳开始讨论，江饶蹲在中间越听越绝望。江饶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，这5个校花的讨论简直要把他给生吞活剥了。这时何玲玲提出了一个还算靠谱的建议，要不咱们抽签决定？大家面面相觑，似乎觉得这个方法还算公平。于是何玲玲找来5张纸条，写上各自的名字，然后放在一个盒子里。你来抽。江饶颤颤巍巍地把手伸进盒子，心里默默祈祷着能抽到一个稍微温柔点的。苏瑶瑶吧，求你了，老天爷！和这另外几尊大佛比起来，苏瑶瑶简直跟个天使一样。他在心里默念着苏瑶瑶的名字。当他抽出纸条，打开一看，上面赫然写着白甜甜3个字。怎么会是我？我要重新抽。白甜甜小脚在地上使劲地跺着，诉说着自己的不满。唐娜娜用手安抚着白甜甜的背，然后恶狠狠地瞪了江饶一眼，颇有警告的意思。别让，我知道你欺负甜甜。徐静静的眼神越发嫌恶，苏瑶瑶则是礼貌地点了点头。甜甜同学，今晚多多关照了。关照个鬼啦！白甜甜又跺了跺脚，气鼓鼓地爬上了床，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没办法，只有待会儿再去找她道歉了。自己的行李还没收拾好，江饶由于被捆着，只能一蹦一跳地跳到苏瑶瑶面前。瑶瑶同学，可以帮我松一下绑吗？哎，这可不行哦，我们可是花了半个小时才完成的。拜托了，你看我好的也要收拾一下东西吧，我这些行李也不能就这样摆在寝室中间吧，大不了我待会儿再给自己捆起来就是了。好吧，暂时的哦。
江饶松了一口气，转过身去让苏瑶瑶给他松绑，却看见了徐静静依旧嫌弃的表情，他只好把头扭到一边，却又看见了唐娜那凶狠的目光。苏瑶瑶的动作很轻柔，小心翼翼地帮他解开手腕上的绳结，感受到苏瑶瑶温润柔软的小手，江饶的心脏狠狠地颤动了一下。没想到上大学第一天就摸到了女生的手，虽然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话说女生的手都这么软吗？哎，你的手怎么这么烫啊？我是被找回家的甄少爷，为博得全家人喜爱，我甘愿当牛做马，像保姆一样服侍他们。可没想到我的付出并没有换来亲情，家人们不仅偏爱养子，还将我活活逼死。重活一世，我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妈，就是许墨弄脏了你的裙子，我都看到了。许墨，你还敢污蔑别人？明明是你弄脏了妈的礼服。许墨，你告诉妈，真的是你弄脏的，对不对？我是怎么了？重生了？许墨，你怎么还不说话？还不承认是你做的？许墨，你真的是越来越讨人厌了，跟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玩不说，现在就连妈妈的礼服你也敢弄脏，真不知道你来我们家有意义。怎么回到这里了？上一世，养弟许俊哲不小心弄脏了妈妈谢冰燕的礼服，造成谢冰燕穿去参加宴席的时候当众出丑。事后，许俊哲联合三姐栽赃许墨。许墨还敢污蔑是俊哲做的？俊哲那么乖巧懂事，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？肯定是你毛手毛脚弄脏的。妈，我就说许墨需要严加管教，以前他在孤儿院学的都是坏东西，手脚不干净不说，还经常跟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，若是不管教，他迟早变成废人。许墨，不要污蔑其他人，你就老老实实的跟妈说，是不是你做的？你放心，只要你承认，妈不怪你。是我做的，真的是你做的，你弄脏了妈妈的礼服。不错，上面的2个孔是我抽烟不小心烫到的。累，你真的缺乏管教，把手伸出来。你今天中午不允许吃饭，给我罚站1个小时。我若是不教训你，你都已经无法无天了，你浑身上下都是毛病。知道了。二姐和三姐，还是不要说许墨哥了。许墨哥应该也是不注意才弄脏了妈的礼服，只要下一次小心，许墨哥应该就不会弄脏了。妈，你还是原谅许墨哥吧，让许墨哥饿着肚子可不行。还是俊哲懂事，许墨还不快过来吃饭，快感谢你弟弟为你求情。滚吧你！许墨，你要出门。许墨，你弟弟都求你妈，让你过来吃饭了，你还想做什么？快过来吃饭。爸，他估计是不乐，他吃空气都能吃饱。又要去找你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，关你们屁事！许墨，你怎么跟你姐姐说话的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他应该是不饿，先别管他，咱们先吃饭。我估计他是怨咱们妈，刚刚妈打了他的手心。怨我干嘛？他一身臭毛病，毛手毛脚，弄脏我的礼服。我若是不管教他，他还不反了天。妈说的有道理，他就是欠教训。虽然家人软硬兼施，但许墨还是离开了家，在外面租了个小房子。这一次，他决定彻底和这家人断绝关系。许墨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自己偷偷跑出去玩了吧？许墨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什么态度你？我先回房，待会再说。说什么？你能说什么？你怎么一直死性不改？你刚刚不理会你二姐是什么意思？你的教养和礼貌呢？许墨，你听没听我说话？你反了天了吗？连我都不放在眼里。许墨，你没事吧？不用你管。原来是装的。再来一次，我就跟你拼命了！我说到做到。你找妈，拿绷带来，快打120！别装好心了。许墨，你想气死我吗？老爷，我已经喊了120。你快拿绷带递给他，这臭小子快气死我了！发生了什么事情了？妈，许墨流血了，爸想要教训一下他，结果他跑回房了。流血了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赵妈已经喊救护车了。大妈，你们都别怪哥哥了，哥哥只是没有学到礼仪，他刚刚已经应该是出去外面吃饭了，等哥哥出来就好了。还是我们家俊哲比较乖，俊哲，你以后要多教一教你哥哥，你哥哥若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你要大声指出来，知道吗？他身上一大堆毛病，不管教不行。是，妈，我以后肯定会好好跟哥哥相处。许墨，你给我开门！小伙抢银行竟挟持老丈人当人质，这是要单身一辈子的节奏。李兄，这次的安全演习选定你和小黑子2个人，没什么问题吧？我就算了吧，我做不了这个安全演习。咱们这可不能拒绝，要有觉悟。你不是一直想进网络信息科吗？把这次演习弄好了，我给你安排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说话还能不算数吗？我来这个世界已经3年了，系统不来，丈母娘不爱。虽然在供电局上班，但没啥编制。要是能进供电局的网络信息科就不一样了，这里的工资高，福利好。丈母娘要知道了，不得抢着让我进门。赵局，这个安全演习能不能具体说说？
这个安全演习啊，就是下周会安排一个银行案件来看看橘子那边的反应情况，你就按照电视里啊或者书上描写的按部就班来就行了。那我要是被抓了呢？你要是被抓了，皆大欢喜，橘子那边有功劳，你也进了你想要的部门。那我能抢到东西跑吗？你能跑啊？真以为橘子那边是吃干饭的？你要是能跑，橘子那边奖赏你100万。100万，赵局长，这个安全演习我接了。一休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不拿出20万彩礼，你别想娶我女儿。爸，我现在有事必须出去，没办法给你钱，要不然我过2天给你，亲自登门给你道歉。你小子上次也是这么说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。你想等我女儿把孩子生下来，你好讲价钱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女儿怀孕了，你也休想坐地减价。爸，我今天有急事，要不然我们改天再说。我怎么这么没文化？好不容易养大一个女儿，这么优秀，居然找了个这样的老公，皮本是木有还没钱，人穷志气短。你今天要是不给钱，你就休想离开。爸，我现在真的有事，等我回来给你40万。40万？你以为我会信你吗？20万都拿不出来的人，给我40万，瞧你那出息！你要是真没钱，你不会去抢银行吗？也是，你没这个能耐和胆色，也不知道婉婉怎么喜欢上你的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去一趟银行，你要是想要20万，我也得取出来啊。这还差不多，你早说就不就行了。不过你哪来的钱？我就找朋友借的点，加上这些年上班存的。走吧，开我的小50带您兜兜风。银行门口不能停车，不知道吗？我老丈人腿脚不好，我送进去就行了。一休，你怎么还给钱了呢？没事，不差这一点。爸，你不要拦在车里等我，我去取个钱就回来。休想，我要亲自看你去。你怎么现在才来？都要迟到了，知不知道？你是谁？一休，你又在外面认识了什么不三不四的人呢？李星，你怎么回事？这个老头是谁？我是他爸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今天这个日子，你把你爸带过来。不是我爸，是我老丈人。就算是你祖宗，你今天也不能带过来啊！怎么回事？不就取个钱吗？怎么搞得跟特务接头一样？赶紧的，我几个牌友还在等着呢。你俩这是要干啥？还有10秒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什么10秒钟？3、2、1。只求财，不害命。想要活命的都给我趴在地上，手放在我能看到的地方。所有人一听，全都趴在地上，双手抱着自己的脑袋，瑟瑟发抖。乖乖的听话，咱们好好合作，没有人会受伤。虽然你是李修的老丈人，但麻烦你也趴在地上，咱们一视同仁。赶紧起来，给我们开门。这个钥匙在主管手里，我们开不了。开不了？听说这个玻璃是防弹的，你觉得能不能挡住我的子弹？真不骗你，主管出门了，这个只有主管的权限能开。这怎么办？门都开不了，第一步就歇逼了。现在开始加载领悟系统，明天付1饼，观察智能门锁，自我领悟黑科技能满级，同时获得领悟值100点。我操，这就来系统了。丧尸末日爆发，男友发现我只要抿一滴人血就能辨出对方是否感染，于是利用我的特殊能力组建了一个安全区，成为安全区大佬。后来无意中我发现他偷养20多个情妇，找他理论，没想到他直接让属下将我丢进尸潮里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我是吸血一族仅剩的孤女，那些丧尸不仅不会攻击我，还认我为首领。听说金夫人是吸血鬼，不管是不是吸血鬼，要不然咱俩先乐呵一下，再丢下去喂丧尸。金夫人喝了那么多人的血，咱们这儿隔离区不少隐藏的感染者都是她发现的，你是真不怕被感染啊？还是丢下去吧，我可不想变成下面那群畜生。被丢出去的瞬间，让我感到阵阵绝望。我为了男友金佩生，不顾祖训破戒长血剑师，只为给他足够的资源，让他在末世能体验人上人的感觉，却不曾想到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。身体坠入丧尸群，感受到冰凉的腐烂软肉和那令人作呕的腥臭味。可让我吃惊的是，这些见人就疯的丧尸们不仅对我没有敌意，似乎还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同类。解开身上的绳索束缚，我试着朝相反的方向逃，丧尸群并无异动。外围零星的丧尸看见我，也仅仅只是看我，并未追上来。我一瘸一拐地往反方向跑，离安全区越来越远。破败的公路上，远处亮起了灯光，汽车引擎的声音越来越清晰。一个体型匀称、动作灵敏的独眼男人从面包车上跳下来，他举着消防斧缓缓靠近，在距离我不足2米的地方停下。我认识你，你叫王帅涛，别杀我，我没被感染。金夫人，是我。你知道规矩？所谓规矩，就是脱衣服，让对方检查身体，防止身上有被丧尸撕咬痕迹。这是末世下人人皆知的铁规，因为丧尸的血液带着很强的感染性，只要身上的伤口染上丧尸血，接下来24小时之内就会被感染。为了能回去报仇，让金佩生那个贱男人付出代价，我一咬牙，开始配合王帅涛。几分钟后，我坐上改装面包车副驾驶，朝着安全区的方向驶去。说说吧，到底什么情况？我不希望你骗我，不然我会把你丢进尸潮喂丧尸。
我就把自己的事情大致说了一遍。王帅涛听完后沉默半晌，直到前方的高墙缓缓浮现，路边的丧尸渐渐多了起来之后，他才淡淡开口：待会过安检，我会说你是我捡来的幸存者，用这个军用款易容工具乔装一下，别让人认出来。就这样，我在王帅涛的帮助下再次进入安全区。进城之后，我俩就分开了。我进了贫民区巷子，寻找今晚的第一个目标。他叫邓生，是金佩生的狗腿子。我顺着墙壁往上爬，推开2楼窗户进了屋。邓生好色，喜欢在贫民窟筛选女子。看到他的时候，此人正用一袋过期的泡面引诱一个妙龄女孩。只要你陪我1晚上，这老坛酸菜面就是你的，怎么样？你不要不知好歹啊！信不信明天我就让你弟弟去高墙外面找物资？女子臣服了，邓生让她去浴室洗漱，随后躺在沙发上，悠闲地点燃一支香烟，开始吞云吐雾。看到我靠近，他明显一愣。金夫人，你不是让那个女孩走，我留下来陪你？这不好吧？你可是老大的女人。嘴上说着拒绝的话，可眼底打量我的目光大胆又充满侵略性。这时女孩洗完澡出来，邓生让她先离开，然后拉着我进了浴室。他抱住我，粗喘声在我耳边响起，我猛地咬住他脖子上的大动脉。既然是复仇，那就需要力量，吸食人血，我才能拥有超凡力量。不过1分钟时间，邓生就彻底僵了，原本就瘦削的身子，如今就是一副皮包骨。我感受得到自己的四肢百骸都在疯狂运转，像是经历干涸多年的河床被暴雨滋润，感觉自己能一拳干死一头牛。我将邓生的尸体拖到床肚底下掩藏，正研究下一个目标选谁时，金佩生一脚踹开了房门。狗邓，王帅涛回来了。我能说他这次带回不少物资，我们是你。他一眼便看到满嘴是血的我。我进城之后，为了方便引诱邓生，把自己恢复原样，这也让金佩生立即发现我。他第一时间掏出随身携带的枪，对着我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。我像是一只灵活的蜘蛛，不断地在天花板、墙壁和地上来回腾挪。金佩生边打边退。我扑向他的时候，肩膀一麻，瞬间剧痛伴随着血花染红了我大半个视线。金佩生退出房间，跑到外面，开始呼唤同伴。机会没了，我只能顺着来时的方向撤离。我捂着受伤肩膀跑到一处深巷时，有个男人主动站出来：美女，你没事吧？外面那些人是来抓你的吗？我是贫民区的医生，你相信我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好，你帮我把肩膀上的子弹取出来。穷医生很瘦，但他力量不小，轻而易举就掀起了一旁的卷帘门，里面是各种医疗用品。你为什么帮我？那些混蛋都该死，他们抓的人肯定是好人。这是微量麻醉针，打完针后我就立马把你肩膀的子弹取出来。好，谢谢你。穷医生原本人畜无害的脸上陡然露出阴笑，只见他拿着针猛地朝我胸口扎下来，毫无防备之下，我只能用手去阻拦。针管扎进手臂，那针管里的液体迅速被他用拇指压进了我的血管里。我故技重施，一口咬在他脖子上。针管里的确是麻醉剂，不过不是微量，而是大量。好在我身体抵抗力强，外加吸食他的血液，冲淡了不少麻醉剂带来的负面效果。这时候，外面敲门声响起。死医生，开门！是金佩生的声音，他怎么找到这里的？卷帘门没反锁，金佩生轻而易举的就能拉起来。我已经没时间掩藏穷医生的尸体，更让人绝望的是，屋子只有一个门。我利用血族的特性，将身子贴在天花板上。金佩生看到地上干尸的第一时间就退了出去，而我也一击扑空。给我打，丧尸就在里面。金佩生，你最好别让我抓到你。密集的枪声响起，不过半分钟，卷帘门已经千疮百孔。我听见有人用脚踹开卷帘门，紧接着枪械上膛的声音响起。死在这里对你来说也是一件好事，既然你不肯簇拥我，那我只能毁了你了。抬起头，金佩生的模样已经开始模糊。我低下头，尽量试图看清自己的胸口，血液顺着胸部的伤口流出，染红了我半个身子。难道我今天就死在这里了？意识消失前，耳边传来引擎轰鸣声和金佩生的怒骂声，迷迷糊糊中有个人向我靠近，我尽量睁开眼，却看不清对方的样子。我和妹妹同时被恐怖游戏选中，上一世妹妹选择了武力技能作为金手指，一路拼杀，最后却还是因为攻略失败惨死，而我则凭借魅力技能让终极大 boss 臣服，轻而易举走上巅峰。再次睁眼，他抢在我之前夺走魅力技能。姐姐，你已经享受过被男人追捧的日子了，现在也该轮到我了。蠢货，谁和他说我是靠金手指才通关成功的？不过还要多亏他临死前凭借金手指抢到 BOSS 手中的时钟逆转时间，再次回到挑选技能的这天。家人们谁懂啊？从一开始我就想要武力值，想得要命啊！我急急忙忙将武力技能收入囊中，低头掩饰快要起飞的嘴角。为了让他放心，我用力掐着大腿逼出泪水。你抢走了我想要的技能，白薇薇，我恨死你了！你最好老实点，不然别逼我让大 boss 对你动手。妹妹得意洋洋地离开，直到确定她看不清我的脸后，我才放下手乐出声。她不会真以为我能攻略大 boss 是因为点满魅力值的缘故吧？层层迷雾之中，一条细小的触手妄图圈住我的指尖，我浑然不觉，抬脚往前走，在我不知道的地方，
几条黑色触手烟巴巴地扭成一团，踏入城堡范围的那一刻，游戏声音响起：欢迎来到副本玫瑰城堡，暴风雪来临，为了不迷失在暴雪中，你们一行人来到城堡寻求庇护，却意外揭开城堡神秘的面纱。任务：在城堡存活3天，任务人数13人，现存活13人。妈的，居然是这个副本！就在声音响起的同时，几道人影凭空出现在身侧，其中一个5大3粗的男玩家，在听到系统声音后瞬间咒骂：恐怖游戏降临1年，外界能知道的副本消息寥寥无几，而这个副本几乎无人生还。其他几人也神色难看，有个胆小的女生直接被吓哭了。在混乱的场景中，我和白薇薇淡定的神情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目。小美女胆子真大啊，你就不害怕吗？当然害怕了，哥哥，你会保护我吗？娇滴滴的声音顿时引起了场上所有男人的注意，就连一开始的男人都笑眯眯地走了过去。小妹妹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汪洋，叫我杨哥就行。这是我参加的第4次副本了，别的不说，只要你喊我一声哥，我保证将你完好无损地带出去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看他的眼光都变了。副本是一次性的，只要参加过一次，就再也不会被选中，除非主动参加。副本十分危险，但同时也有许多机遇和宝物，只要能活着带一件出去，后半辈子就再也不用愁了。白薇薇早就知道他的本事，更是毫不犹豫地释放魅力。真的吗，哥哥？会不会太麻烦你了？不麻烦，不麻烦。一旁的人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时机，连连献殷勤。眨眼的功夫，我身边顿时空无一人。白薇薇洋洋得意地瞥了我一眼，故作怜悯：姐姐也过来和我们一起吧。虽然姐姐不喜欢我，但是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没有理会，只是盯着紧闭的大门，兀自在心中数着数。见我没搭理，白薇薇脸上笑容一僵，神色落寞。到了现在，姐姐还是这样讨厌我啊！管他干什么，找死的人拦不住。3、2、1，突然紧闭的大门打开，原本沉寂的城堡似乎在此时活了过来，瞬间灯火通明，有醇香的葡萄酒味从屋内飘出，一道温润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响起：各位远道而来的客人，先进来暖和一下身子吧。出现在众人视线中的是一张过分精致的脸，他身形高挑，管家服更加衬得他身形完美。明明神色温和，那双翠绿的眼眸却冰冷至极，仿佛下一瞬他就会露出骇人的獠牙。几乎所有人都呼吸一致，唯独我和白薇薇不害怕。白薇薇眸底闪过火热，直接对他抛了个媚眼，要不是生怕引起旁人注意，恨不得整个人都贴上去。我则是面无表情。唬人的本事倒是越来越高了。先进去吧，游戏不会让我们在外面待太久的。就在最后一个人进来后，城堡大门轰然关闭，众人惶然回头，发现男人不见踪影。哪怕经历过一次，白薇薇还是止不住害怕，柔弱无骨地靠在汪洋身后。哥哥，薇薇好怕。姐姐，你的技能不是武力吗？能不能帮我们去探路呀？薇薇别怕，哥保护你。薇，反正你也没事干，先去探路吧，我们随后就来。一旁的人也跟着附和。游戏刚开始，他们就集体将我排斥在外。在对上白薇薇得意又恶毒的视线后，我轻嗤一声，抬脚往楼上走去。2楼厅堂内摆满了各种油画，最引人瞩目的便是墙上那幅巨大的餐桌油画。和别的油画不同，这幅油画崭新到不可思议，惟妙惟肖的装饰下，却是13张没有脸的空白人像。我静静凝望片刻，忽然听到身后传来轻响，一扭头就和管家四目相对。我满眼无辜。嗨，这要巧，你也在这里哈？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没有主人的允许，不可私自上2楼，下不为例。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我顿时眼前一黑，再一睁眼又回到了楼梯上。我收拾好心情，抹了把灰在身上，随即一脸惊恐地冲下楼。不好了，2楼！2楼怎么了？所有人都站在大厅，望眼欲穿。我脸下眸中冷意，支支吾吾，神色慌张。二楼，姐姐你先冷静点，你在2楼到底看到了什么？白薇薇一脸担心，如果我没看到那抹幸灾乐祸，会更好。我暗暗掐了自己一把，泪花瞬间浮现。2楼一层全是油画，里面最大的一幅油画居然有13张没有脸的人。最后的晚餐，真不愧是完成4场游戏的，脑子转得很快吗？什么意思？最后的晚餐讲的是耶稣和12门徒，正好对应了咱在场13个人和13种不同的死法。我不想死，哥哥救我！这么重要的信息，他们会让你就这样轻松的知道了？开玩笑，我可是有家属优待的，可能因为我跑得快，所以没追上吧。哎，不过我刚刚看到2楼的颜料空了，我们接下来是不是？恭喜玩家触发任务1，珍贵的油画即将完成，最重要的玫瑰颜料却不够用，请玩家在明日傍晚前收集足够多的玫瑰制作颜料。冰天雪地的，哪儿来的玫瑰？这游戏真是疯了！有人忍不住破口大骂。白薇薇眼眸轻转，忽然指着窗外惊呼：如果要玫瑰的话，城堡4周种的不就是吗？话音未落，所有人都凑到窗前去看，只是天色早已暗下，再加上纷扬的大雪，什么都看不清。就在众人琢磨城堡周围种的是不是玫瑰时，雄厚的钟声响起，12点到了。汪洋脸色骤变，糟了，12点一定要回房间，否则……
离楼梯口最近的男人被一个浑身漆黑的怪物咬住大腿，轻轻一扯，血肉模糊，空气都凝固了几秒。大家快跑！末日来临，丧尸横逝，我和学妹都被感染了丧尸病毒，而男友却把唯一的一罐解毒试剂注射给了学妹，两人转头远走高飞，把我留在丧尸群中。在睁眼时，我却已经进化成了丧尸王，成为了当时最强的存在。江彻学姐，你被咬伤了，按照约定，你应该……是啊，学姐，为了大家的安全，你还是尽快自我了结吧，我们都不想看到你变成那样。她一副心有余悸的模样，往我男朋友陆玉身边靠了靠，仿佛他是受害者一般，全然忘了我会变成这样是他一手造成。就在刚才丧尸群来袭，大家逃到一处集装箱上，我好心伸手拉吕雪，他却突然把我用力往下一拉，趁机踩着我的身体爬了上去，害我被一只丧尸咬了手。就在众人逼迫我自杀时，有人眼尖的发现吕雪的胳膊也在流着血，她身旁的一个女孩立马眼疾手快扯起了她的袖子，一个狰狞的牙印暴露出来。大家别慌，我有解毒血清。我和吕雪的眼中同时亮起了光芒，然而陆玉竟然毫不犹豫地走向了吕雪，将血清递给她。你先用这个。学长，你把这个血清给了我，那学姐怎么办呀？江彻是我的女朋友，不论她是生是死，我都会陪在她身边。她生我陪她生，她死我陪她死。但至于这个血清，就当是我帮江彻害她欠吕雪的吧。当时我在吕雪和江彻之间选了江彻，害她难过了好久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就在这时，我却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被咬的伤口处迅速蔓延开来，丧尸病毒开始在我的血液中肆虐，我的体温逐渐冰冷，意识也逐渐模糊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渐渐恢复了意识，四周一片寂静，但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巨变。我站起身，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在体内涌动，周围的丧尸来来往往，可就像没有看到我一样，甚至还有一些畏惧。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指甲变得尖锐，皮肤泛着不正常的灰白色，俨然已经变成了丧尸。我昏迷前，他们还往我身上开了好几枪，真是可笑。这就是他陆玉说的，我死他也陪我一起死。周围的丧尸开始聚集过来，但他们却不再对我露出敌意，而是在我身边徘徊不前。为了验证我的猜想，我试探性地发出了一声低吼，四周的丧尸便立刻响应，齐齐向后退去，完全听从我的指令。没想到我不仅没死，居然还进化成了有自我意识的丧尸王。就在我暗自庆幸的时候，却突然感受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。我通过敏锐的感知发现，陆玉和吕雪他们竟然折返回来了。他们一边小心翼翼地靠近，一边在寻找着什么。学长，谢谢你把血清给了我。其实把血清给了你之后，我是打算自尽去陪他的，没想到你会这么依赖我，我就只能……是我离不开学长。学长，我好害怕啊！学姐不会已经被吃得血肉模糊了吧？真是的，要不是为了陪学长去拿地图，我才不会去了。我知道你一向害怕这种吓人的东西，为了陪我还真是为难你了。为了陪学长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我的心里只有学长。以往有学姐在我们中间横着，现在她不在了，我会好好补偿我们损失的那段时光。要是她有你一半的温柔就好了。呵呵，我就说他们怎么可能还会折返回来，原来是有东西落在我身上了。以往他们当甩手掌柜惯了，什么都不管，所有不妨逃生路线全是由我制定的。现在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回来，是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地图将寸步难行。我故意混在其他丧尸中，装作一副普通丧尸的模样，悄悄观察陆玉和吕雪的动向。陆玉四处寻找那个地图，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身上，他认出了我，可他没有立刻开枪，而是慢慢靠近我，试图抓住我。然而吕雪一眼看穿了陆玉的磨蹭，突然恶狠狠的：你在等什么啊？快打穿他的脑袋啊！他已经变成丧尸了。没了我，他的真面目这才要慢慢露出水面呢。学长，快点开枪啊！如果他不死，我们就拿不到地图，快啊！我与他隔着丧尸群遥相对望，眼中充满了讽刺，因为我笃定他在吕雪的恳求下一定会扣动扳机。果不其然，陆玉果然朝我举起了枪，我就像是一个没有意识的丧尸一样，毫无畏惧地朝他走过去。然而就在陆玉即将扣动扳机的那一刻，队里突然站出了一个人来，他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我扑倒在地，然后迅速地把我绑了起来，并在我嘴里塞了一块布。我靠，这不是顾晨吗？他这是发什么疯？顾晨，你疯了吗？他已经变成了丧尸，必须杀了他。至于吗？至于，他是丧尸，丧尸就不应该活着。可地图在他身上，你就不怕不小心把地图打穿？吕雪的眼中突然闪过一丝狠毒，她猛地抢过陆玉手中的枪，毫不犹豫地朝我的脑袋射来。顾晨几乎是下意识地想用身体为我挡下这颗子弹，然而我反应更快，脚下一绊，直接将他绊倒在地。枪声响起，子弹擦着我的头皮飞过，而顾晨则摔倒在地，避免了被子弹击中的命运。你们都疯了，他已经是丧尸了，你们竟然还要保护他！陆玉站在一旁，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感。他们从我身上拿走了地图，还将我带回了基地，但他们很快发现，没有我的指挥和统筹规划，地图也没什么用处。既然你们都不会用地图，那就让我来制定计划吧。
吕雪学姐心态真好，看着她这么乐观的样子，我就对我们的未来信心满满嘞。吕雪学姐比江澈学姐好多了，永远是这么一副开朗爱笑的模样，哪像江澈学姐，天天板着个脸皱着眉看地图，看的人就胸闷。顾晨站在一旁，冷眼看着这一切，并没有参与吕雪的计划制定。吕雪在地图前努力地指点江山，但明眼人一眼就知道他的计划充满了漏洞和不切实际的想法。可惜在场的人们都是瞎子，几个队员根据他的指挥去寻找物资，而吕雪却以队长不好上前线的理由和其他人留在了这里。顾晨虽然不愿与吕雪合作，但也没有阻止他的计划。午后吃过饭，陆玉终于还是忍不住蹭到了顾晨身边。你去歇会儿，我替你看着。用不着，这是我女朋友，你一直在这里待着算怎么回事？这是你女朋友吗？你女朋友不是在里面打瞌睡呢吗？他俩同时抬眼看向睡在里面小床上鼾声如雷的吕雪，陆玉的表情看着有些无语。话说回来，你看出来吕雪的制定计划有问题了吧？全是漏洞。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？这不是让那几个队员去送死吗？死不足惜，谁让他们在你给血清的时候不护着江澈？这是他们自己选的结果。我心头一震，原来他这是在为我报仇。然而事实证明，就算没有顾晨，吕雪计划的致命性也很快就暴露了。众人等到傍晚时分，派出去的小队队员还没有回来，有人忍不住想要出去寻找，却都被吕雪拦住了。争论间，门外突然跌跌撞撞跑进来一人，而他身后跟着的是数不尽的丧尸。